这里没有喧嚣，只有最纯净的蓝冰；这里没有世俗，只有最虔诚的信徒；这里没有纷扰，只有最纯粹的壮美；这里也没有尘世，只有最洁白的雪山。特别纯净的这种蓝冰，前面就是卡94推举起绝佳的军事要塞，这就有点难崩。鹧鸪错，那日永错。哎呦我操！这里就是拥有绝世美景的空白之地，藏南以南。拱航伞我记住了，我这个拖机伞记不住。你记不住谢谢，那你就突击线，突击线，拖出去，拖出去，拖出去啊！然后你就记住，你一辈子都不会忘。我跟你说，拖出去，把你拖出去啊！然后就是谢谢，在这里面就大昭寺，你们在这下随下。好，谢谢你啊！刚刚我们在出租车上跟那个司机大哥学了2句藏语，分别是你好和谢谢。你好就是拱航伞，谢谢就是拖驱遣。长知识了啊！拉萨、八廓街，朝拜的人群，温暖的日光，不起眼的餐厅入口，拥挤的楼梯，略显陈旧的装潢。而就在掀起门帘的那一刻，我们的旅程就从这家名叫玛吉阿米的餐厅开始。无论你是否了解西藏，你也一定听说过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——仓央嘉措。作为6世达赖喇嘛，他的一生虽然短暂，却在佛法和红尘之间写下了一段传世的永恒。我们谁也无法用简单的世俗去评判他的对错，因为虽然他不是传说，却也活成了千万人心中那首最美的诗。拉萨街头这个时候还是挺冷的，但是比其他地方应该暖和，比藏南应该暖和。我们明天出发之前呢，先去取个快递，因为从成都过来的时候只带了2个汽车的防滑链。接下来的藏南的路其实还是比较难走的，然后我们是4驱车，所以最好再买2根。那这次呢，我们也是收到拼多多的邀请，体验西部地区的网购服务，所以又买了2根防滑链寄到拉萨。我看了一眼，从河南出发5天就到货了，而且没有想到是这么重的东西竟然也包邮。然后简单了解了一下拼多多这几年一直在推行电商西进，2022年拼多多就首创了中转集运包邮模式，所以才能让西藏啊、甘肃啊、宁夏啊、内蒙、青海等很多的偏远地区都实现了包邮。另外呢，我刚刚又从拼多多下了几单到仓央嘉措故乡措那的快递，至于是什么，我们可以暂时先保密，你看到最后就知道了。你好，我拿一下快递，1819啊，那个这个是吗？对，好，谢谢啊。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布达拉宫，我们预约了你的票，然后没有来得及，没赶上，你下班了，下次再见吧。看现在这个山体的压迫感，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地方，通往南疆的那个帕米尔高原那条公路，在这儿的话，基本上也是那种感觉的。我现在在恰央措。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小众一些的西藏的湖，所以来的人还是相对少一些的。然后你要是来这儿的话，就把车停到停车场，然后自己可能还得走上个大概得有1公里吧，最少。这么长的木栈道，就沿着这个路一直往上走。但是现在太阳落山了，不知道好看不好看。好累。你要是在这儿累了，尤其是我告诉你那一瞬间是什么样，虽然不雅，但是很形象的一种形容就是，每当你菊花一紧的时候，你就要休息一下。哇，这雪山，到了，这儿已经冰封了呀！我现在踩的就是蓝冰之上，恰央措的蓝冰，我们就是从那儿过来的。从那儿过来以后，现在基本上已经冻实了，所以你走到湖面上没有问题了。然后我再换一个角度给你们看看，我身后的雪山。我的天哪，看到没有？
特别纯净的这种蓝冰。其实我觉得它更像绿冰，它不像蓝冰，也可能是色温的原因，呈现下来就是一种绿冰。我去，我现在正在行走在冰面上，太漂亮了！我的天哪，这是我进西藏以来看到过的最纯净的，就是你可以行走在冰面上的这种蓝冰，漂亮，太漂亮，太漂亮！掐阳错没有白来，这个门票没有白花。从高空俯瞰掐阳错的冰封湖面，纯净到难以想象。行走在冰层上的每一步，都伴随着空气中无尽的回响，再延伸到脚下的纹理之中。而这些美丽的裂纹，就如同时间在一颗蓝色的心脏上留下的脉络，跳动在藏南这片深邃的大地之上。这几个小哥哥在拍条幅了，需不需要我给你们拍一拍？可以啊。你能不能把你航拍一张？可以啊。把照片给我们。西藏在逃男模，命中8个富婆。对，你生日吗？我生日快乐，那我一定要给你拍到。温馨小提示：如果你把你的无人机放在了冰面上，拿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，就这个位置它有2个角。但是现在因为它太冷了，所以它被粘掉了1个角。从此我的意思就变成了3条腿的蛤蟆。今日战损，无人机支架1个，收获3个粉丝。掐阳错这一趟没有白来，我离百大还早呢。哇，你拍的照片太好看了，真太好看了。哎呀，主要这景好。早日成为百大，谢谢，加油！谢谢。好嘞，一路平安，你们也玩得开心啊！好嘞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刚才不要脸了一把，然后让人家喊了一个早日成为百大，特别不要脸。我现在正在去往错美县的路上，路过一个叫错马呀什么的地方，应该是刚刚下过雪的缘故，山上全部都是雪，而最绝的是上面看，这个云整个在这个山上盖着，特别的纯净感觉。卡九色，向右后方行驶，这属于卡九景区。这边还有狗熊了。就有一个长期待在那个寺庙旁边的吗？但是估计最近冬眠了。对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卡九寺，那边的雪山应该就是不丹，前面就是卡九寺，海拔4019米。据说这个寺是藏南地区最大的格鲁派的寺院。我看这儿人特别多，拜佛的啊，就是你们会转山转庙什么这样的是吧？寺庙里有2个好像是导游带过去，不能独自过去，说是有熊嘛，往那个峡谷里面绕山。我们刚才问了一个小伙儿，就这个小伙儿解答了我们的疑问。那他们带着好多的行李，然后到这儿之后，因为今天下午来这儿的时间不够了，所以说是就到了明天上午开始转山。从哪儿转？就是冲这个峡谷里头，然后一直转，而且还需要导游，因为这儿确实有熊。喀九寺吉祥隐修院有好多僧人都喂它们，就这些动物，这动物特别多。我只会说扎西德勒，别的我不会说。不，你好。你好是洪康桑是吗？对吧？是吧？你好是洪康桑，然后谢谢是孔机器是吧？不是腿屈器是吧？腿屈器，现学现用。参禅礼佛到底是一个逃离世俗的目的，还是一种净化心灵的方式？我想卡九寺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。这里紧邻不丹国，小众但是热闹，人们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，带着一家老小，在山谷中绕着寺庙一圈圈的参拜。但这个场面又突然让我想起在冈仁波齐遇到的一位朋友说过的话。其实在我们眼里，这些所谓的信仰
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最平常的生活方式而已。看到眼前这个城堡没有？这在远处看的话还没那么壮观，但是近处一看的话，哇，它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个地方。这是现存的最大的西藏的一个碉楼群，就包括这个主城堡，然后还有附加的外边这些，都有这些小城堡。那它这个位置确实是很绝，这边大峡谷，然后那边是雪山，还有背后的雪山，背后那边应该是有个雪山，这现在拍不着。它整个都是建在一个石块上面吧，整个三面全都独立于这个山体，就这一块真的是绝佳的军事要塞。这里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藏南最大的碉楼群——杰顿朱宗遗址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你很难想象在600年前，人们是如何能够在3300米的海拔修建这样一座碉楼古堡。绝佳的地理位置让它在几百年的风雨中，就算历经炮火，至今也依然屹立在这个南方大悬崖的峡谷之中。说老实话，有点出乎意外，隔几公里就会看到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什么什么路段，山体崩塌路段、沉陷路段、冰雪路段，然后什么落石路段。就你能想象到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路段，这几乎全都囊括了，什么路段都有，想跑也跑不快。尤其现在冬天，然后暗冰也比较多，我们路上碰见好多处暗冰，这就有点难崩。反正走这道的时候小心点吧。我们昨天就是在这错美县这儿休息了一下，然后早上起来又开始下雪了。但是你看远处那个山，昨天来的时候应该是黄土，全都是黄色的山，现在已经被覆盖成全部都是雪了，太漂亮了。现在还在下，然后我们在这儿正好碰到了一个快递超市，我们就去探访一下。那咱们这儿一天大概能收发多少快递啊？进港件的话，平均一天200件左右。拼多多都是包邮。包邮。那你们买东西的话，你们买什么比较多？我们自己的话也用拼多多，买的东西一般都是店里面用的一些东西。比如说打包袋、衣服，然后手机配件啥的，然后笔什么的这些。那这个现在到了西藏也都是包邮的？有包邮。这边发过来的话。拼多多一般都是极兔的比较多，我们发出去也便宜。网购的话，就是你觉得是比之前要多了，还是说要少？我从去年开始干的，相比去年反正是多了一点。我最开始干的时候，他们确实弄不下去，那成本太高，我负担不起。因为现在方便了嘛，乡镇的他们可以直接转邮政送到他们村里。好，谢谢您啊，好嘞，走了，老板，拜拜。前面这儿又有一个结冰路段。昨天我们就是从那个雪山下过来的，但是因为昨天没有下雪，所以那个山还可能不是这个颜色。今天已经全部变成这个雪山了。总体来说，虽然是国道，但是真的是不是那么好走。就是有点惊讶的是，在这样的路况的条件下，竟然绝大部分地方是包邮的。这个确实现在西藏跟原来是不能比了。其实这几年的旅行一路走来，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，除了风景，还有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改变。无论多偏远的角落，道路也都在延伸，曾经的山高路远也不再遥不可及。如今的西藏伴随着基建的越来越完善，与世界的距离也越来越短。身后就是哲姑措，基本上上冻了，还有个别地方的话有点活水，纹理在湖面上一片一片的，也是特别好看。最绝的是看到远处的没有，那个雪山了没有？它周围全部都是草原，只有它一个雪山，所以说你很难不去注意到它的存在。这应该是6000多米级的，然后雅拉香木雪山，它的山形也很好看。然后我们可能最后一站，也可能是倒数第2站，就会到它的山脚下，然后去看一看它的冰川。
清澈的蓝天、洁白的雪山、金色的草原、冰冻的湖面，还有一群群肆意奔跑的藏野驴。西藏的湖泊和雪山有很多，但像现在这样用一种近乎突兀的形式展现在你面前的，只有哲布措和雅拉香布雪山。这种纯粹的美，就如同一段安静的诗篇，在4600米高原的呼吸中被悄然念诵。我们现在到的这是千年沙棘林景区。哎呀，我去！没人啊，景区入口就这儿呗，就直接进呗。现在反正也没锁着门，好像。这应该就是，这是写的啥呀？嗨，嗨！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千年沙棘林，整个景区就让我们2个人承包了。我是不太能想象得到，这些树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哇，这也太夸张了！你还可以往里走，走老远了，里头这个面积还是挺大的。这适合拍拍废土风的照片，还可以，但是不是特别推荐绕这么一圈，景色稍微显得有点单一。你好，咱们这儿有本地产的那个沙棘汁儿呗？这边没有啊？你们这儿有沙棘林没有沙棘汁儿啊？没有，卖加工的没有。哦，这都没有卖的？没有，哪有这没有？是啊。哦，好吧，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。干了个大嘎。本地有沙棘林，但是不卖没有沙棘汁儿。是啊。是。哦，没有这个东西是吧？对，然后问哪儿都没有卖的吗？他说没有。我们现在就是在西藏的山南纳日雍措，也是我们西藏6大雍措，我们到访的最后一个措。至此，我们西藏的6大雍措全部集齐。马旁雍措，我来说吧。你来说。我来说吧。你来说。然后比较出名的是前3个是马旁雍措，然后普莫雍措、羊卓雍措，然后是当惹雍措、冲巴雍措，然后和我们最后一个的纳日雍措。在西藏能够被称为雍措的湖泊中，虽然纳日雍措的知名度最低，但依然是每一个来到藏南的人心中最肆意的一抹蓝。下过雪之后，被冰封的湖面上，风留下自己的形状，纳日雍措也变成了时间的容器。它用自己的秩序和方式记录着这只属于少数人的经历。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仓央嘉措的故乡措那，这儿据说最近的村子距离印度的时空区只有不到2公里，可能就1点多公里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去取我们开头说的那个神秘的快递。你好，我问一下，那个取快递是在这边吗？从这儿出去，然后到那个院子里那边。你好，我取一下快递。你们是不是拼多多都是经过你们是吧？对。这一件，就是这个嘛。啊，还有2件呢。这里面有3个。这里边有3个呀，都在一块儿呢是吧？对，你看3个。啊，行。我简单解释一下这3个包裹在一块儿的原因，这就是拼多多的中转集运仓的功劳。因为如果没有拼多多的电商西进，在西藏分别买这3样东西的话，其实运费已经大于商家的利润了，所以可能很多商家他就选择不卖了。但是现在有了中转仓呢，商家只需要承担发往中转仓的部分运费，等到这3个包裹汇合之后呢，拼多多就承担剩下的2段物流的运费，这样呢就能为商家省运费的同时，也为西部地区的消费者实现了包邮。终于取上这几个快递了。拼多多这边到了西藏这边，应该是绝大部分，包括拉萨这些城市，然后所有的这个快递，只要你有详细的地址，就可以给你送货上门。那现在来开一下这个快递，这个是从安徽寄过来的，这个是我买的，应该是我买了个净水片，买了一个净水片。
因为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？因为我们有一次在丙中洛的时候，我们困了1个礼拜，到最后的话就是接雨水开始生活水和饮用水。因为当时连续下了1个礼拜的雨，就算在酒店里头，你一打开水龙头出来的水都是黄的，因为是山洪嘛，一直在下雨，下了1个礼拜。所以我这次特意买了一个净水片，然后从安徽发货，也是从拼多多上买的。这个在紧急的情况下用的，就是你比如说在徒步的时候，或者说是我说的那种情况下，从浙江寄过来的这一件。这个是我的口粮咖啡豆，然后因为已经断供了，这2个东西其实是你在本地不可能买到的东西，而且都是跨越几千公里包邮，然后甚至是可以送到家门口的，对当地消费者真的是一种极大的便利。最后一件是这个，从广东寄过来的，然后就是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最神秘的包裹，寄到仓央嘉措家乡的仓央嘉措的诗集。这里头有一首诗你们一定是听过，我找一下啊，这儿呢。第一，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；第二，最好不相知，如此便可不相思；第三，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欠；第四，最好不相惜，如此便可不相依。措那给我们的感觉，似乎和有着情歌活佛之称的仓央嘉措一样，充满了忧伤的浪漫。他曾经是这片雪域最大的王，却也是这世间最浪漫的情郎。在布达拉宫的辉光下，他写下生命和爱情；在唐卡之外，他用诗句活成一段永恒；而在世俗的禁锢之下，他又在努力地寻找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。到这儿了，找点吃的，在这个藏餐馆喝一杯甜茶，然后吃个盖饭。咱们是不是面向的这边这座雪山就是雅拉香波啊？能看到的这个。对，雅拉香波对。我们路上看到特别多，就是本地人来这儿住什么的，他们是干嘛来的？就是那里有个什么，有圣水要去洗头的。洗头的。到这个地方上，你看看，是这样走的啊，顺着路走就行。对，下来的话，来到我操了那个。你是怎么上去的？怎么下来？也是从这儿下来就行，是吧？对。好，谢谢老板啊，谢谢帅哥啊，来，哎。现在是第2天早上，我们现在去的这个位置是雅拉香布雪山。雅拉香布雪山也叫雅拉香波雪山，相对比较小众吧。哇，看这个石头了吧？这石头，如果你要是不小心压上那块石头，你100%爆胎。哎呀，我去，给它清除掉。我们这眼前就是雅拉香波雪山。现在海拔是4892、4900，然后一会儿估计上面的海拔应该是5200。我的目的地应该就是看到这块红色的基岩了嘛，它的上面有一个湖，应该就是那上面冰面，然后整个路上全都是。哎呀，你看很滑，你看，希望他一切顺利吧。我就在这里等他，一会儿，哎呀，哎呦我操，哎呦，我操，别，给带上冰爪子，摔了个大屁墩儿，摔着了，摔了，我就说让他带上冰爪吧，然后他说不用，哎呀，也不知道摔得严不严重，
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。这么滑，顺着边走，顺着边走。哪有户人家呢？竟然，为什么把房子建在这儿呢？这个雪山最特别的一点就是，这儿有一个大的基岩，特别大的一块石头。那这个石头的纹理，然后颜色和周围也全都不一样，它是红色的，然后还有那种暗红色的那种纹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路基实在太不明显了，几乎就没有路基可循。看左上角这儿了吧？谁给修了一个房子还是碉楼啊？哇，在这个大石头上，太厉害了这个。目前为止，到现在，整个这个山谷里头就我一个人，徒步的就我一个人，没有见到第二个人。现在我们找可以踩石头的地方过，这底下也没动石。它这儿有一个小点点，那应该就是我们车放的位置。不过我估计现在真正看不见我，因为太小了。我看这个车都是整个一个小点点。这谁也没说，最后还要爬一堆这么大的乱石。我的妈呀！这个，在我这个角度看，这个山形特别好看，就是个金字塔。但是最后这点爬升也是实在太虐了，应该是可以比得上冈仁波齐的那个绝望坡，还有眼前越过这个小坡，应该就是了，应该就到终点了。哇，我终于爬上来了！哎呀，这个绝对是不容易。雅拉香布雪山，纯净的那种雪，然后一直从山顶蔓延下来，在那还形成了冰川。这应该也是我们在纳尔雍措看到的那个雪山。然后我现在就来到了它的山脚下。屏幕前的各位，长生不老，早日暴富！当我终于踏足这里，才真正意识到，我真的在此刻拥有了一整个纯净的世界，而我眼前就是6647米的信仰之巅——雅拉香布。在藏地的传说里，它是踏云而来的白牦牛，以雪为盾，以风为矛，守护着它脚下的芸芸众生。在现实世界中，它是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之源，横亘在雅陇河的源头。在亿万年的寒风中，滋润着河谷、草甸和这里的人间烟火。